你知道吗？宇宙间最大的秘密之一就是付出，只有肯付出的人，能量才是流通的，身心才是健康的。越是肯付出，才会拥有丰盛富足。为什么大多数人容易焦虑不顺？因为向外抓取的心太重，只进不出。一方面总觉得他人对我们的好是应该的，另一方面不懂感恩，抓取心就是匮乏心，能量极低，能量一低，整个人就容易进入一个负面的状态，无论是身心还是其他。要知道，出现在我们生命中的一切都是恩典，是福的现行。你可以接纳，但也要付出，因为身心讲究一个能量平衡，只进不出正能量也会变成负能量，如同一个只进不出的池子，很快就会形成一潭死水、臭水，自然会招来各种蝇蚁蚊虫，也就是对你不利的人事物。我们的习气让我们习惯于向外抓取，向别人获取能量。比如，我们哪怕做一件事，都希望获得一句别人的赞美，别人的认同，内心才能平静下来。而觉者他本自清净，而不是需要他人的认同然后才能清净。它完全超越了对尊重的需求。我们学习经典，改掉习气，是为了升华自己，超越自己，达到一种极致的境界，在那个地方来俯视这些芸芸众生，你才会有一种医生看病人的感觉。你只有在这个心境下，才能把生活经营好，把家庭经营好，把企业经营好，你才能遇到事情不慌乱。这就是我们要追求圣贤之道的原因，拔高自己的定位，拔高自己的追求，拔高自己的维度，站在人性极致的角度来看世界，看众生，你才能把人看明白。怎么做呢？第一就是向内观察自己，第二就是向外利益他人。你利益的人越多，你的我之心就越淡，你的心就越清净。当下的起心动念是后面所有结果的根源。利他的时候，不要想着为什么别人不回报你，只要你一想，这个就不是利他了，而是索取及匮乏心的表现。你只需要发愿践行就可以了。你是第一因，只要从你衍生出的所有的后续问题，你都要被这个因果。比如说你做一件善事，或者你传播善知识，这个人听了又传递给他的圈子、他的家庭、他的同事。不管怎么样，你是这个利益链条的第一人，后面所有因此而受益的所有人的善的种子都跟你有关。宇宙一定会给你好的反馈，就算你不要也不行，因为你的传播利益了更多人，而且这些人根本就不需要知道这个东西是从你这儿来的，因为这是由量子纠缠彼此的相互纠缠决定的。只要他是受益者，他后边的所有功德你都有份。所以别人来向你学习的时候，你还要积极主动地跟他讲，这是为你播撒一颗善的种子，将来这股力量反馈到你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切都在帮你，成就你，你都不知道怎么来的。你的人生一切的结果都是你的念吸引过来的，因为你有这个念，
一定会吸引这个结果，必然会朝这个方向发展。这个叫自我预言实现。比如你天天担心投资失败，只要你起这个念，你就会思考我创业失败了怎么办，为你创业失败了做各种准备。那你的创业就在你念的构造下逐渐走向失败。你所有为创业失败的准备工作你都能用得上。就说你忧虑创业艰难，而你为此做好一切准备，这个结果就会出现。根源在于你起什么念，就会与什么的结果发生纠缠。还比如你天天担心对象背叛，你天天找证据找线索，甚至开始为将来分开做准备，那么将来你这些证据准备一定用得到，因为你有这个念。所以在你一生中出现的一切人事物，它都是你过去所形成的能量变现吸引来的。我们每天会和很多事物产生这种量子纠缠。比如说今天你想谁，你祝福谁，都是你在跟相关的人事物产生一种纠缠。如果这个人借助你对他的祝福产生一种好的结果，那么这个好的结果在兑现的当下，你就会因此而受益。但是如果说你今天在背后就嫉妒一个人，怨恨一个人，那这个念同样能瞬间与他发生纠缠。也就是当和你起心动念的那一刻，这个脑电波、能量波就瞬间来到他的身边。至于这件事情对他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影响，取决于他在起心动念去分别的时候，受到了你这个能量波的干扰，它形成了一种助力条件，或者就叫一份力量，如同带来雪崩的最后一片雪花。可能恰恰就是你的这一个能量波对他身心状态产生一种冲击，给他带来了某种结果。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时刻觉察自己当下的每一个起心动念是不是都是善念。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与宇宙发生着能量交换，就像呼吸一样自然，只不过我们并没有有意识地掌握这种能量交换的规律。我们所得到的都不是凭空来的，无论是顺境或困境，丰盛或匮乏，都是以能量交换的形式而来到的。有很多朋友在深陷困境的时候都会忍不住感慨，为什么上天对我如此不公？他们觉得自己所遭遇的一切来自于外部，或者是来自上天的惩罚。其实真相是这样的，你今天所体验的、所遭遇的、所拥有的，都是你过去曾经给予的，他们以另一种能量形态回流了。这就如同所有生命形式都有的一个特征，新陈代谢。因为有了新陈代谢，我们才能称为生命体。新陈代谢的本质就是一种能量交换，宇宙中的能量交换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着，谁也无法阻止。当一种东西消失的时候，其实是能量转移到了别处，或者是回到了无限的流动之中。当一种新生事物诞生的时候，同样也是能量显化的结果，而这股能量早晚还会离去。宇宙是怎么确认你的身份的？那就是通过你能给出什么。你不可能给出你没有的，你不可能给出你所不是的。什么是能量交换？宇宙中的万事万物
都处在呼吸之中，这就是能量交换。万物非欲生而不得不生，万物非欲死而不得不死。万物的生灭变化其实就是能量的来回流动，你付出了什么，那么你就会得到什么。你今天所得到的就是你曾经所付出的，你在不停地给，同时也在不停地得，你不得不给，也不得不得，给和得是同一个能量回路。当你给出的同时，就注定了要得到什么。当你再给，就是在建立能量流通回路。因此当你给出之时，能量已经发生了流动，同频间相应，同频率的能量或者相应的能量才会发生交换关系。简单来说，你付出什么品质的能量，就会得到什么样品质的显化。如果你想变得富有，那么你就必须首先给予能够吸引财富的能量。一个吝啬给予的人，最终会遭受匮乏，这叫失受同体。谁付出，谁得到；谁给予，谁回流。我们看似独立的个体，其实只是一个角色。我们以角色的身份与宇宙万物发生着紧密的联系，而我们的本来身份是一体。宇宙万物是我们本来身份的无限分身，它们都是我们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说，你所有的给，本质上都是给予了自己。因此，给出与得到的对立消失了，只有能量的流动。从表面上看，你给出的可能是食物，但是实际上你给出的仍然是一种能量。给出的同时，能量就发生了转移。能量交换的根本意义在于，它维持了宇宙间能量的平衡与和谐。宇宙万物通过交换而成为一体。宇宙万物为什么要进行能量交换？不进行能量交换不行吗？这就如同在问，生命体为什么有新陈代谢？我们为什么要有呼吸？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物质和生物体的存在都需要能量，没有能量的支持，它们都不可能呈现出来。许多看似非常稳定的事物，其实在不断地发生着能量的流失。它只有通过能量的流入，才能维持能量的平衡，或者说维持它的稳定存在。这就是所谓的熵增原理。万事万物都是无常法则的支配，都处在不断的能量交换之中。万物的演变过程当中，不断地发生着能量交换。其实在宇宙借此告诉我们，我们是一体不分的，没有任何个体能够不用能量交换而独立存在。大自然也遵守着给即是得的能量流动法则。花朵在盛开时给出了芬芳，然而它招引了蜜蜂、蝴蝶前来采蜜。采蜜过程中，花朵又得到了授粉，然后才能结出果实。花朵无法不给出，也无法不得到。动物通过呼吸给出二氧化碳，而植物正好需要二氧化碳完成光合作用，同时又给出氧气。有氧气才能让动物完成完整的呼吸。动物无法不给出二氧化碳，植物无法不给出氧气。现在我们已经明白，一体之外别无他物，所有的给出
都是给自己。接下来，我们人类又是幸运的，人类是这个地球上唯一可以完成自我转化或主动转化的物种。我们虽然不得不给出，不得不得到，但是我们却有一定的自由意志，因此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有意识的给出而完成能量交换，那就是关注自己的起心动念。3. 每一个起心动念都在构造能量回路。我们的一言一行背后其实都是念头在驱动着，所有的念头都是特定频率的能量波，根据同频相应的规则，我们发出的这种特定频率的能量波会感召同频的能量波来到我们身边。比如，如果你是一个习惯于评判别人的人，那么你发出去的所有评判最终都会回到你的身上。你的每一个起心动念都在与宇宙发生着能量交换，你是你发出去的所有念头的第一承受者，从根本上讲也是唯一承受者。正如古语所言，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你必须首先给出，然后才能得到。当你给予的时候，就启动了能量循环回路。给出的东西在特定的时候都会回到我们自身，这个特定的时候指的就是因缘具足的时候。如果你想改变你拥有的东西，那么你就必须改变你所给出的东西。你给出什么才会得到什么，这是能量流动的对称。高品质能量的给出会得到高品质的能量显化，低品质能量的给出会得到低品质的能量显化。4. 如何用能量交换原理改变自己的处境？人们都是能量交换的参与者，而且是被迫的参与者，只不过大部分的人都在无意识地进行能量交换。当意识状态是混乱的，就会导致混乱的人生。既然我们不得不能量交换，也无法阻止能量交换，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有意识地运用能量交换原理呢？通过特定的给出，我们就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甚至主导自己的命运。根据施受同体原理，我们知道谁给出，谁得到。给出什么，回流什么。要想改变我们所拥有的，必须改变我们所给出的。给出是原因，获得是结果。大部分的人并没有在原因层面去思考，而是着眼于结果层面。当结果出现的时候，他们拼命改变既定的结果，这往往会徒劳无功，因为事情的结局在你给出的时候已经注定了。你只能改变结果的表现形式，但是无法改变结果本身。我们必须在给出的源头下手。01能量交换原理的初级应用。物质。所谓初级应用，就是物质层面的能量交换。布施其实就是能量交换原理的应用。你想拥有更多的财富，就多付出财富；你想获取更好的人缘，就去多帮助别人；你想获得更高的智慧，就多去分享知识。但是物质层面的能量交换不一定是等价的，低维能量总是被高维能量所摄受，甚至被清理掉。当你给出的能量比较低频的时候，可能就会被高频能量所摄受。
你投出的钱很可能会打水漂，你生产的产品可能会无人问津。然而，物质能量的维度较低，它常常被高维意识能量所调制，所以你发心很显得重要了，因为发心决定了你给出的物质能量的品质。如果你不情愿去付出财富，那么你付出的财富很可能会付诸东流。你不情愿去帮助别人，而强迫自己去帮助别人，别人也常常不会领情。你心中根本就没有爱，假装自己有爱心，终会招人厌恶。02能量交换原理的高级应用。心念，所谓高级应用，就是意识层面的能量交换。意识能量的维度比物质能量的维度高许多倍，意识能量可以直通我们的圆满自信，贯穿宇宙的各个角落和层次。我们给出最多的就是我们的念头，因为我们觉得念头是免费的，念头是不值钱的。在我们给出念头的时候，没有任何的不舍得感。殊不知，念头其实就是能量波，它就是意识能量，它比任何物质能量都要强大。只有意识能量才能够驾驭和操控物质能量。我们每一个发心都是在向宇宙发射的能量波，而宇宙必然会做出回应。谁发心，谁承受结果。什么样的发心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实际上，在这个层次上，已经不是能量交换了，而是能量的创造显化。这是一种意识能量的创造活动。因为当我们发心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特定的能量输出对象，我们把能量输入到了整个宇宙之中，我们与整个宇宙发生了能量交换。你的发心不会改变别人，只会改变自己。你恶意的发心只会让自己招致恶果，你的善意发心也会带来善的结果。你想获得什么样的结果，取决于你的发心是否真诚。你真心给予出什么，代表着你有什么。这是一种确认动作，向宇宙确认你的这种本来属性。你能真心给予财富，那代表着你拥有财富的，这是在向宇宙确认你是丰盛的。如果你能够更多地展现自己的爱心，敞开自己的心灵，那么你必然能够得到更大的幸福和自由。最后要说的是，能量无法被你留住。如果你强行挽留能量，实际上就是阻碍了能量的自由流动。在能量的层面上讲，情绪甚至身体的非健康状态都是能量被拥堵而导致的。当能量恢复自由流动的时候，它们会自然地消失。所以说，你不可能拥有任何东西，更不可能留住任何东西，它们只是暂时流经你。你试图通过做出某些行为而留住这些东西，都不可能奏效。所有被显化的能量最终将会瓦解而恢复到无限的自由流动之中。无时无刻的能量运动才是不变的。你想得到什么，必须通过给予的方式取得。你不可能凭空索取，你必须首先给出，然后才能得到。当你给予的时候，就启动了能量循环回路。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
请按个赞给我响应，留下一句我有一颗利他之心，愿以此功德回向于你，祝你福慧双增，生活幸福美满。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功德无量。